好，丢脸丢到国外去。但是美国当然关注台湾的选情，而中美的你来我往，其实也从来没有停过。现在大陆的国安公布了有抓捕匪谍的画面，来自于间谍赵学军，中国航天领域，这都是在航天相关的人呢，说被策反成为境外的间谍，还有另外一位也是向外国间谍贩卖情报被抓起来了。这两起案件是不是都跟美国有关？现在是媒体大家关注的焦点。习近平说，世界的未来要中美关系稳定啊，那两国人民一起合作比较好。还是说互相有你谍报战，或者是甚至攻击，哪个比较好？所以已经2年来第一次美中重启了军事会谈，重申呢会持续的通行台海，而还有这个美国副国安顾问芬纳见了谁？中国的中联部部长，两个人见面的会议告诉大家说，美国跟中国会重申支持继续进行高层的外交接触，很负责任的进行管理竞争。其实这也是有互信基础才有办法，而谈的主要都是南海跟台湾议题所以大陆驻美大使谢峰就说啦，中美正确的相处之道叫做互相尊重，双方是田径赛，不是拳击赛，非要把大家打倒不可。但很明显的大陆2023年对美国出口已经大幅的减少20%了，不再是第一大的进口国。同时 Bloomberg 说北京去年破纪录跟17国升级了外交关系，当然是一带一路想要突破美国限制的各种方法。马尔地夫最近成为近期第一个今年访问北京的外国元首，更多的外交策略要展现北京的企图心，但是呢，在军事上也一样，包括力推最新的运20的运输机，要卖给在杜拜航空展亮相之后，要卖给了奈及利亚。这是目前生产最多最大的军机，还有歼31要卖巴基斯坦，取代的是美国的 F16吗？还有歼10C 在中东抢市场，杜拜航空展崭露的头角，所以各个角度都一样亮哥怎么看中美对抗在中国大陆的方面努力的，不管是外交军事上面，又要说我们还是要合作我们要一起维稳不是要互相打群架，或者就是说要拳击赛我觉得中联部去，因为布林肯根本就不在美国嘛，他去以色列所以坦白说，这个并不是最高级别的战略对话啦，所以基本上还是重申习近平跟拜登的那个论述啦。因为最近那个美国、日本、韩国见了面嘛，那又重申了一段话，希望台海能够维持和平稳定。那这段话当然中国大陆就听了不高兴所以刘建超就在那边传达，他又传达了一次了，说希望美国能够落实支持不台独的做法所以我觉得基本上还是在重申，就是习近平有告诉你说有那两点不要武装台湾然后那个或者支持中国搞和平统一那结果后来你也看到嘛，美国还是对台湾做了军售，然后中国大陆不是又制裁了那5家公司吗？所以坦白讲，气氛不好啦，而且贸易战，拜登在12月后来还是定了一个调，说至少还是要制裁3000亿美元左右。科技战，你也没有看到缓和对啊，晶片限制对对还是很强。是啊，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所以我是觉得，中国大陆定调叫做这个，就是希望能够回稳可是。是不是有回稳就是说没有继续恶化，有没有定在这里这个他用的语叫企稳稳住，稳在这里那个有没有再往下掉本来是预期还在往下掉所以他就要提醒你一下。那当然，他们一定会把这个，如果赖清德当选的话，所造成的台海变数，要提醒美国，这个后果会很严重嘛。事实上。已经看到美国一些媒体了，甚至包括英国的，比如说《经济学人》，《经济学人》也改调子了。没错，《经济学人》现在也承认这个是战争与和平的一个选择以前他们都是在讲民主与专制对，这是学赖清德的说法。官方的，可是现在就越来越觉得就是战争与和平这个调子那你刚刚有提到那个 Bremer 那个欧亚那个单位他不是说美国。最危险的3个朋友风险评估一样他也是在强调同一个逻辑啦因为他们，我觉得他们是越来越了解到赖清德真的不是蔡英文
赖清德的造成的变数远远高于蔡英文啊。虽然他嘴巴一直在讲蔡英文路线，可是坦白讲，了解台湾状况的美国人非常多啦，他们是心知肚明的啦，知道这下轮到赖清德的话是不得了的事情啦。这个赖清德不等于蔡英文，也不等于萧美琴啊。萧美琴即使当副手也拉不住他了啊，所以就不知道他会偏执固执到什么程度了，不知道啊。因为你可以看到他对很多议题的决定嘛。实际上，美国人评估一个人，绝对不是只看你的这个嘴巴讲的啦，他还会看你做事情的决策模式啦。那他就是很固执嘛，你可以看到他的样子，拉不住的，就是拉不住，或者是很拗，一意孤行，就是他会固执在某些理念上。那就是万一他又坚持住某些对中美来讲都很难处理的 idea， 那怎么办呢？所以我是觉得，确实中美都看到了，所以刘建超就把这个问题又丢出来了，说我们要共同管理一下这个可能性吧，大概是这样。所以可以感受到美方的风向，媒体上是如此，官方的态度风向有没有所改变呢？美中的这个沟通的机制开始重新展开了之后，刘建超跟副国安顾问两个人见了面。不过，岳老师怎么觉得这个看起来沟通层级不够高，所以内容也很难有实质的进展嘛？对，这个一听起来啊，我觉得这个消息发放的这个程度确实比他们的官阶都要高啊。这个意思也就是说的很明显了，因为长期来讲，就请大家回想一下，中美关系现在已经是糟到不可能再糟糕的。因为美国本身来讲的话呢，就是不断的食言而肥，中国的话呢一再强调自己的底线立场，所以这两者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不能够沟通的话，那首先你要了解，就是说大陆现在的话呢，这个董军担任了国防部长，那美国奥斯汀刚好又住院了又去加上又是美国自己内部出现了一个问题非常多，但是中美之间的关系的话呢，尤其是国防跟军事上的关系，就是说是这个刘建超是属于外交系统的这个部分的人的话呢。不过我们可以仔细的观察一点，如果说长期中美关系这样的发展断断续续的情况下来讲，对于我们的话呢，在台湾这个位置，尤其是过了2天24小时我们要选举的时候，那刘建超会带什么样的讯息给美国，这个是非常明确的。所以我们有必要仔细的看这个讯息，因为这次的讯息的话，讲的绝对不再是那种好像说了我们这个底线立场啦，核心中的核心，红线中的红线，这里讲得很清楚。但是今天得到的消息的话呢，美国的国会议员，其实大家注意美国这个民主国家，它的国会议员是非常非常麻烦的，是一个麻烦的制造者。他自己讲到说，不管选举的结果如何，美国国会对于台湾的支持一如既往。然后大陆的那个毛宁发言人，外交部的毛宁发言人马上就表达重申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立场。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觉得呢，大家要记清楚，就是大陆本身呢，如果说他感觉到他被逼得无路可退的话，如果连美国都逼他的话呢，那么他可能会觉得说是必须要尝试一下铤而走险。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我个人感觉，我相信美国人的基本上也不愿意走到最坏的情况，而这个也是为什么美国本身长期以来讲的话呢，一直用这种断断续续的，就是说美国来讲的话呢，就是进2步退3步，进2步退3步，每次不但会你要我承诺什么，你要我签订什么，这个都没有问题。但实际上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大陆的军事实力，尤其现在要卖的飞机，除了战斗机以外，连运输机都要卖。那这个情况的话呢，非常清楚的说明一件事情，我觉得呢，大家要了解虽然中美之间的贸易关系退步的下滑很厉害，但是基本上它只是下退了20%，这个数量还是非常非常大的。另外更重要的是，墨西哥虽然取代了中国对于美国的这个出口但是实际上真正取代的部分，大陆目前为止在开拓的市场是中东啦、非洲啦，是原来“一带一路”的这些国家。所以这种情况的话，我觉得大陆在转换市场的过程呢，就好像说是就大陆原来用的这个观念呢，就是要调换这个市场，原来“一带一路”的目的就是做这种准备。所以这个情况下的话呢，我们必须要非常非常拭目以待，严密观察。因为当然中美关系也严密的牵动了台海的关系。除了台湾要选举，当然美国也是选举年，所以美中的这个沟通对话机制也跟选情或台海的关系很有关系。
确实是这样，所以我们看到那么多的外国媒体报道，所谓的美中之间有一些对话，可是我们必须看出一些细节哦。这个细节就是说，虽然美中之间有对话，包括刘建超访问美国见到的所谓的副国安顾问，然后我们也看到的军事所谓的高层互访，我们必须要了解，其实这个层级没有那么的高。所谓的高层就真的是见到布林肯算高层，在军事上面呢，你要见到防长可能是高层。那我们现在看到的所谓的美中的军事的所谓的高层这个对话，其实他是少将等级，而且呢 ，Michael Chase 他是不是说不重要，但是他的位阶是副助理部长。事实上，这样子传递出来的讯号是，中美之间有沟通管道，但是这个沟通管道并没有到一个可以到决策的层级，所以它某种程度还是保持着中美之间的互相的信赖感，还是没有回到正常的轨道上。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台湾的选举就变得更加的重要了。当然会谈这个台湾的选举，双方都在拿捏你到底有没有参与其中，你到底有没有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今天会看到 Financial Times 会出一个新的文章独家报道，讲到说台湾选举结束之后，会立刻的美国会有派出 delegation 来，很有可能是卸任的官员代表团到台湾，不论是谁当选，美方都有做出一些相应的准备。那基本上要传递的讯号呢，第一，美国会继续支持台湾，台海的和平会继续维持。两岸题当然是这次选战非常重要的关键之一，但选民到底多少关心到哪里，其实这真的是没有答案。但这个警报可就不一样啦，国家级警报是发到每一个不管你关不关心政治的选民的手上，都会收到这一份简讯。那现在国防部说其实是发完警报之后才告知了蔡总统，反正一肩扛下来啦，都是我们国防部的错，千错万错，跟总统或其他官员没有关系。那这样子的说法相信吗？赵少康就说我才不相信呢，国防部应该有 SOP 的发生这样子的重要的事情，显然平常就没有准备，事到临头杂乱无章，束手无策，乱发警报，还因为选举恐吓大家。国防部想拍民党的马屁，没想到出了笑话，这是赵少康的看法。但肯定国防部发警报叫做勇于认识，这是谁说的？陈建仁啊。陈建仁本来还因为第一时间讲成飞弹已经发过来，所以要发警报，后来还道歉更正，他帮国防部说话，说国防部其实是勇于认识啊。如果说他是被介选了的话，叫做不公不义、不负责任。所以民进党被批介选没关系，但之前批人家动不动就介选，什么都介选，就是平常的模式吗？那其实丢脸丢到外国去，这是真的。因为刚好这几天来台湾观选的外国媒体特别多，然后就在外媒记者会上，吴钊燮出了个大糗。那么，所以多家外媒也都报道了。《纽约时报》怎么形容呢？他形容台湾是乱了套。台湾发出飞弹警报，因为在外国人看到就是 missile 嘛，就是飞弹啊。数百名媒体跟吴钊燮共处一室，他说其实是卫星发射，还有在越南这个不用担心。但警报中文说卫星，英语说是导弹啊。翻译品质差的惊人，然后他们寻求澄清翻译，为什么卫星发射会触发？因为理由总该有个标准吧？卫星发射而已，要触发全警报的这样通知，裴洛西演习期间有实际飞弹的时候，并没有发生。那所以他们就觉得台湾乱了嘛，没有 SOP， 没有标准，莫名其妙啊。那外媒在现场一直要问，也问不出答案来，觉得一团乱，担心自己会不会变成要变战地记者了这样子。然后所以卫星误植成飞弹这件事情，芒果干那个各种梗图笑话瞬间开炸。那甚至台湾 AI 实验室说假账号趁机操作，这是干嘛呢？就说原来如果这个时候来取笑他或认为有问题的人，通通都是境外介选这个是台湾人工智慧实验室说的。大量账号在 PTT， 大量重复贴图留言国防部、民进党卖芒果干，民进党急了，为了选举不择手段进行认知操作，要激化社会吗？但人民的不满也是操作原来你们怎么做、怎么发简讯都不是操作，只要民众有不同意见就是操作。当国防部分区的这位立委是在国民党提名的陈永康，他谈了一段话，戳破黑熊学院战争妄想，听听他怎么说的。台湾没有巷战的空间，你为什么要让他上来？没有海滩可以上来，你打什么巷战？如果是共军已经上来，台北站早就停电了，然后 public transportation 早就停掉，你跑去干嘛？第二个，高楼很高，你以为你当 sniper？ 对不起 ，no Uber Eats， 没有人给你送饭的，没有电呢，谁爬26楼啊？所以那个是 wishful thinking， 完全外行。
因为这次国防部是被说不专业嘛，在专业的 SOP 里面失去了专业度。那前国防部的军备副部长是这次的不分区提名人，他的这些说法反而在网络上被说是一片赞赏哦，看起来蛮专业的。那沈伯洋，哎呀，这个民党提名的这个不分区就说陈永康理解黑熊的民防完全错误，那谁专业？其实民众可以来做判断啊。至于赖清德认为习近平要不要相信啊？因为马英九前总统在受德国之声访问的时候讲了一段信任习近平，立刻在造势场合也被操作。那么就说啊，今年就是信赖台湾跟相信习近平的选择。赖清德怎么说？马英九在访问强调，台湾要回到9·2共识基础上，他再次请教大家：我们要相信习近平吗？不过侯友宜回应是说，马英九有些主张跟意见跟我不一样。在我任内不会触及统一问题，因为今天他也进行了国际媒体的记者会，同样也是加以区隔了。赵少康说，马英九说两岸交流要相信习近平，这个讲法当然被当成标题啊。两岸要和睦相处，但是彼此之间的生活方式、政治制度不同。柯文哲直接讲，哎呀，相信别人不如相信自己啊，太危险了啊。重点是信任要有互信基础是基本的，但是信任习近平这件事情就会变成非常放大的各种解读在其中喽。所以呢，赖清德过去曾经怎么讲过？他说，2023年11月18号说的，习近平说没有攻台的计划呀，蛮相信他的说法的嘛。包括蔡总统他也说，12月1号说的，去年的时候，中国短期之内攻台的可能性不大，他们都相信习近平的谈话啊。所以有的时候可以相信，有时候不相信。那所谓的互信基础拿来操作的时候，就可能会被放大喽。而且赖清德要在角色里面，候选人里面被外媒认定，这个机构叫做全球风险咨询机构认定哦，他们照片里面报道里是把3个人头放在一起了，把赖清德、泽伦斯基跟纳坦雅胡以色列放在一起，说是美国危险的朋友。怎么说呢？分析起来，如果像他这样的候选人当选，最有可能给美国带来危机的朋友。政治领袖追求个人或者国家的政治利益的时候，会把美国卷入进一步的冲突，认为它很危险，来自于这个全球风险咨询机构的判断。那么，所以大选倒数48小时，当时啊，照昨天这个时间计算，有各种各样想要抢票、争票的方法。赵少康高呼投侯友宜等于投柯文哲啦，那柯文哲让直接回，那投给我就好啦，何必绕弯？大家互相抢票，那蓝白还在抢谁？抢郭粉啊，有郭粉去站台，也有说要请郭台铭赶快回台，但目前为止，甚至还传出来有公开信，那最后证实好像都不是他本人的意愿，现在也说去提告了。亮哥，现在选前的时刻，随时各种因素哦，国防、两岸随时很敏感，都可能影响吗？我觉得你只能就新出来的正在发生的议题做评论啊。那至于未来会发生什么，那个每个人立场都不太一样啊。比如说，说台湾是赖清德是美国最危险的朋友，我觉得美国是台湾最危险的朋友啊。这个，所以看你是什么角度啦啊。不过我觉得这一次这个国家警报啊，真的是严重伤害了国防部的公信力了啊。因为你去想一想，事实上我们倒推嘛，那个是中国跟欧洲航空总署还有德国一个联合合作的计划，那1月7号就公告了。去年的11月30号，中国大陆就已经宣布了爱因斯坦探针这个计划，欧洲也有公布。对，所以你台湾的国安当局、国防部怎么会都不知道？而且人家那个时候就已经写出日期了。1月7号还提醒了一次。就是1月9号3点3分要发射啊，那你明明知道那是科学卫星，不是军事卫星，所以它是没有军事风险的，那你还要这样搞？而且陈建仁就是最无耻的院长啊！国家警报每个人手机都收到了，对，还需要你在立法院念给大家听吗？而且你还故意练成飞弹，我这根本怀疑你是故意的。吴玉琴在质询嘛，你岔开他的话，说我有事情要宣布，每个人手机都有啊，哪里需要你宣布？丢脸啊！而且我跟你讲，后来人家发现啊，国防部发出简讯的时间是3点17分，
大陆是3.3分发射，那个早就飞过了张延廷将军讲的没错啊，飞到台湾最多6分钟，空军大概在3.10分之前就已经飞过台湾了。你3.17分才发简讯，你是在发爽的，是不是？根本就已经离开台湾了。对，而且事实上，我后来听一个军方的朋友跟我讲，说他离开大陆的时候，事实上就已经进入轨道的高度了。所以他到台湾的高度是500公里，因为它是低轨卫星嘛，它是280到800公里中间，低轨卫星500公里，所以它早就已经飞到很高的高度，飞到500公里。你即使说有东西会掉下来，它要么就是在大气层漂浮，要么就是经过大气层被烧掉。所以你国防部有什么理由要发简讯啊？所以我严重怀疑你是被迫的。3.17分发简讯，国防部会不知道卫星已经离开台湾本岛上空吗？怎么可能嘛？国防部一定知道，而且你也知道是500公里上空，你自己讲的啊。那为什么你还是要发简讯？你发简讯是要干嘛？3.17分告诉我，那市场早就过去了。不合理嘛。完全不合理嘛！你蔡英文还要在高雄演那一出，全党都在演，这种诈骗集团政党就要让他下台啊！你相信他不知道吗？怎么可能嘛？是，还气定神闲呢，然后还跟陈其迈讲说：“哎呀，这个卫星啊不重要。”蔡英文的英文是很好的，蔡英文看到那个简讯就会看到 missile air raid 空袭啊 Air raid，不是 air defense，是 air 只有 raid missile fly 只有 over 吴钊燮不知道。越南上空，我是说蔡英文还一定会看到英是文啊，他还气定神闲，你怎么没有立刻打电话给国安单位啊？说现在状况怎样？说不定总统都该撤离了。气如果这么定神严重的话，闲啊！他说我在就好，你在有什么用？如果是真的是飞弹，你在有什么用？是你看小布希当初911是怎么反应的？立刻结束学校的行程，没错，立刻就整个国安团队就架走了，是，对空军1号就上飞机了。所以你蔡英文处理的程序也完全不及格啊！然后出来之后还在这边瞎掰，说我们要提升国防哦，科学卫星，你提升国防什么啊？你到底在讲什么啊？真的是笑话一场。我要有一个最新消息跟大家报告一下啊。刚刚不是提到说有一个在网络上流传的一封信，说是郭台铭支持侯康配这个文章。刚刚呢，有人出面来承认是他写的人，这个人叫做宣明智。宣明智说是他经手帮郭台铭讲出心中的话，但是他的念头就一个，要抢救郭台铭，票投侯友宜，是他经手写的，但没有得到郭台铭的同意，因为现在的确人在哪里也没办法好好的联络上。但他相信这个是郭台铭的理念，为什么他现在还不会出面？他也不能理解。但信不是假的，是宣明智说以他对于郭台铭的了解所写出来的文章。岳老师怎么看？哎呀，我先聊一聊这个国防部闹的笑话哈，我跟大家的想法都一样的。首先的话呢，就是我觉得倒是吴怡农讲的话是比较正确的。我也觉得，他讲了一个重点观，他讲说每一年几千亿的预算呢，结果出现连最起码国中英文都不会啊。所以说这个真的是非常我们的双语教育呢？我们的双语教育的话呢，基本上变成台语跟国语那对不对？英语的话呢，基本上也就是无所谓了。为什么我觉得说他本身比较可信呢？因为他自己人都会讲出这种话，他是掉漆了。对不对？他自己讲这种话以后，然后呢，这个黑熊部队就出征他嘛，所以显现的就是越描越黑嘛。那之后的话呢，他就会强调，因为这件事情其实讲起来蛮丢脸的。我旁边做一个在德州大学教政治学的人，对不对？看到这种情况，我都不晓得你在哪里受的普通的英文教育，对不对？这个讲起来真的是蛮难过的。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情。刚刚亮哥已经骂过了，我这边就不用再骂了啦哈。但是我要强调一下这个。什么叫做信任这个不一定是信任，但是大家要了解，我稍微解释一下这个马英九接受德国之声的访问的时候他说过这句话，说必须要相信习近平的意思。他本身，我这边要强调一下，就是说你
赖清德当然是缝缝插针了，他觉得说可以不用信任，但你知道吗？如果你不信任一个对方的话，你好像永远不能够跟他沟通。没错，他的意思是强调在这里，就是说，因为连美国人都强调，罗森伯格都强调，我们应该跟大陆展开接触、密集接触、密集沟通、密集了解。就是说，美国自己的高官也跟大陆之间产生沟通接触。那产生沟通接触之前的话呢，你一定要能够对他有起码的信赖。其实大家要了解，信赖的话呢，不是盲目的信赖。信赖并不是一个盲目的信赖，而且信赖的本身来讲的话呢，是要涉及对方的成本的考量嘛，对不对？因为我们现在可以非常了解，我可以很明显的告诉大家，目前这种情况来讲，我们从过去的所有的事实来判断，就是说对于大陆来讲的话呢，和平统一是它最佳方略了。只是不放弃武力而已，就是这个观念嘛。这个观念的话呢，那你为什么你要相信？你要信赖和平统一是最佳方略，这个对我们来讲的话呢，有非常非常重要的意义。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来讲的话呢，为什么大家对于这一次的选举的感觉上，不是我们在讲啊？我今天看了所有的重要的杂志，我看了《Economist》，我看了 BBC 我看了重要的这个杂志里面报道的话呢，都是强调所有人，全世界人都非常重视台湾这场选举啊。当然，我们一个措尔小岛现在受到全世界重视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极有可能引发大战啊。基于这种原因的话呢，大家都担待不起。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在这种乌云底下找到一个信赖的空间呢。是不是这种情况？温教授陪着外媒到台湾来观选团，警报发生，他们之间的反应夸张，就只能说夸张。为什么说夸张？其实刚刚两位老师都讲到重点了，就是说国家机器乱了套这件事情其实很严重。就是说从头到尾，从字的翻译错误百出，然后再加上政治人物的反应，事实上它再次的凸显，其实我们的国家关于国防安全，嘴巴上讲的要强调国防安全，强调所谓的全民的防卫意志，但是连这样的小事情都会演变成这样的精准，这么的荒腔走板。然后再者呢，其实发布警报的同时，我们想请问镜头前的观众朋友们，你接到这个警报，你知道你要做什么吗？没有人知道。就像刚刚亮哥讲的当小布希接到911的这个情资的时候，马上全部都动起来，全国就开始有各地的联邦调查局等等都开始动作了。可是我们在接收到这个讯报的时候，到底做了什么？而且民众到底知不知道你现在下一步要去哪里？如果这是真的呢？想象一下，如果这是真的，下一步你要去哪里？你要去哪里防空？哪一个防空洞是你靠近的？哪一件事情是你要做的？警消人员要往哪里走？找有没有不明物体掉落，去报警消机构。收集情资就对了。其实大家都知道是假的，没有人相信就对了。你看，大家都觉得在讲笑话，这就凸显了没有人相信。这个就凸显了所谓的国家机器真的是乱了套。为什么外媒会觉得很荒谬？为什么会觉得国家机器乱了套？然后再加上政治人物还配合的还要强调说，你看，我觉得很特别，就是说我们的所谓的 AI 人工智慧实验室，你很少看到哪一个国家所谓的AI 人工智慧实验室会比人类智慧还要愚蠢的。就基本上你讲的这些事情是人类智慧，我们一般的人的智慧都觉得不是这样吧？所以 AI 居然可以做到比人类智慧还要愚蠢，这是很荒谬。然后再来呢，就是说陈永康上将讲的这些事情，尤其是对于黑熊军团或黑熊学院，不管他怎么样沈伯洋说是什么陈永康上将理解黑熊民防完全错误。其实我们真的长期以来就一直都想问，那沈伯洋到底对于国防的理解到底是正确的吗？国防它是全民，国防只有资讯战，国防只有什么中共介选，只有网军吗？国防真的是只要知道这个就可以，或者是只要大家学会包扎就可以吗？其实陈永康上将所讲的所谓的国家安全战略，是深层的希望台湾真的能够做到大家都能够第一时间做出反应，就像前天这个警报一样。包括外媒今天会做出这样的一个报道，然后我们在会议上面刚好昨天在举办一个我选前的论坛，就是请外国的学者。其实大家都会觉得说，台湾怎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呢？荒谬！国家级的国防部发出这样的事情，其实真的是非常荒谬，大家是觉得匪夷所思。所以我们说两岸之间的关系，大家觉得很紧张的同时，
政府一直告诉大家说要准备，要准备，可是从这个警报可以看得出来，目前没有任何准备啊，自曝其短了，几确实乎没有是这样流程跟 SOP 可言完全没有。这个儿戏真的是很儿戏。是，观众朋友平安，欢迎收看 TBS 新闻大白话，我是王浅秋，立刻来介绍这节跟我们去讨论最新选战议题，后天就要投票了，以及国际议题的来宾。第一位是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成亮，亮哥；大家平安。德州州立大学政治系副教授翁履中；学姐好，大家好。台大哲学系教授苑举正老师。前姐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是选战议题里面最近一大堆的新议题，但是老议题是什么？赖皮寮啊。赖皮寮一直没有办法有新的进度，仍然有很多的这个候选人不停的往这个方面来质疑。侯办呢最新的竞选广告仍然以旋律轻快的这样的节奏来搭配 rap， 跑到赖皮寮去拍，讽刺对手赖清德新北老家的违建争议。那赖清德终于不忍了回应，但他这些回应是说什么？蓝白很多记者会都在造谣跟抹黑，选到后面越是秀下限，认为台湾人民宅心仁厚，不会接受这样的手段但可是你们要求其他的候选人的标准，其实只要一致就好了。如果他是违建，那你说公益信托做了吗？王宏威就提出来了，他问：如果你要成为矿工纪念馆的话，主管机关教育部啦相关的程序如何呢？文化部直接回函要向新北市政府查询，教育部回函要跟新北市教育局了解最后发现通通都没有受理过任何土地建物相关的教育业务公益信托，所以公益信托这个说法还是八字没一撇，完全没有动静，又在赖皮了吗？王宏威问。那么当然赖清德说，为了要选举再创造声量，多次已经公开声明了，万里老家就是要交付公益信托了。目前律师正在进行各项的程序，不会改变。那什么时候进行不知道但这样的做法呢说不懂装懂，胡乱造谣。但之前说不是违建，说有缴税，最后还是违建，也没有缴税使用执照也没有那所以基本上大家对于他的质疑跟诚信的要求，其实这也是一个对候选人、对政治人物的基本要求嘛，也应该民众也有知的权利，不是吗？所以 PPT 上面很多的讨论都说要公益信托到现在没有任何建物土地向中央或新北市政府申请公益信托，甚至还说要念3遍，因为很重要。这是诚信对于候选人本身被检验的基本要件。被批赖清德是打假球嘛？国民党党团说要公布高端的合约也是一样人民有知的权利那他讲完之后，大家都认同，他拍拍手说好棒，我们知的权利需要知道高端合约的真相是什么，如果没有问题，公布又有何妨？但是拖过了12天了，还是没有动静，就算开完了立法院临时会，也一样的结果。那么或者是死刑案，这个要不要废除这件事情一个国中生被砍了10刀身亡的消息，引起了社会整个舆论的哗然。在五股这里有个看板居然就挂起了这个干哥干妹，就是教唆去杀人跟杀人犯的这2个人的肖像。理论上这个当然是违法的，我们当然把它马赛克掉了。但为什么这个人要这样做？这个是这个建物的老板，姓周的老板。那其实他就是因为看不过去了，美日韩都有死刑，政府要废死，那你要废死要讲清楚，要有配套，而不是已经判了死刑又不执行，卡在中间，就让一般老百姓觉得公平正义没有办法彰显，他用自己的方法，就算被罚钱，他也要来讲话。那么所以呢，罗致政这么多的坑坑洞洞的这种声音在选前，罗致政也一样。那又有新的录音带被曝光出来，这一次是疑似苏贞昌从录影带、影片、自拍到蔡英文疑似的录音到苏贞昌，刘宝杰的形容词是说，民进党内没有力挺的声音，这是他的观察重点。天大地大的事情，谁这么大胆敢录总统的音？是自己的好奇心吗？是习惯吗？为什么走到哪录到哪？谁教你这么做的呢？但可以发现一件事情。这一次被发现以后，跟赵天麟事件一样，在党内没有力挺他的声音。不过之前赖清德是有说中共介选提过这样的说法。接下来还有这个选情的部分，大家很关心，就是在立法院的部分，游锡堃、韩国瑜有没有机会当立法院长？谁有机会呢？吴子嘉是这样预测的他说目前的情况是国民党可能获得57席，有可能单独过半。还有一种可能，假设民进党最多50席，加上民众党8席的话，绿白去组合起来就可以过半。那如果他说，如果万一倒霉，民众党崩下来只有6席的话，
民进党加民众党等于56席就不过半，关键只有1席而已哦。而如果是民众党的总统候选人柯文哲竞选总干事黄珊珊来主导的话，他认为也许会跟民进党合作，而不见得是跟国民党合作。那柯文哲对于要不要挺韩国瑜当立法院长这件事情，他的回忆是说不会为了利益转弯。那当然就可以考虑咯，也可以评估有没有可能改变决定。赵少康则是要求柯文哲要表态啊，你选后不要跟民党组联合内阁啊，这个是我们一起在野党合作才对，目标一致，下架执政党啊。那所以要求柯文哲表态，但是当然现在柯文哲不会表态嘛，因为绿的选票、蓝的选票、中间的选票，通通都要咯。亮哥，这几件事情细数下来，选前后天就要投票了，每一件都可能对于选情有影响啊。我觉得已经大家都很熟悉的议题就不会再得分了啦。你再怎么讲也没有用啊，因为大家的理解就是到那里为止啊。像今天我看到 Face 白冰冰出来讲一些话，被人家拍成影片，那个反而比较有机会得分。他是在讲 Face 啊，他说教育程度越高的，就只有你们在主张 Face 啊。为什么一般的老百姓没有人这样主张啊？受害家属，我说他讲话就讲得很直接啦，他用台语讲啊，像这一种的，人家就会去想一下。可是你说若赖皮寮，我不认为这种议题还能得分呐啊！我觉得大家在谈民众党未来的策略选择啊，都把民众党想得太简单了啦。我跟你讲啊，他如果跟民进党联合啦，假设黄珊珊去当民进党的立法院副院长，那民众党岂不是变成另外一个时代力量？你跟民进党合作，你一定死定的嘛！你以后怎么监督民进党？比如说行政院都是民进党的部长啊，你怎么质询啊？这怎么可能呢？这想也知道不可能嘛！我跟你讲，民众党比较大的可能是他都不跟人家合作，然后 case by case， 就是说，正副院长选举，这是个案，那接下来每一个议题都是个别决定，他不要跟任何人合作。我觉得这个可能性最高。对，而且我事实上我有认识一些民众党的，他们也倾向这样所以你不要以为啊，说哎呀，民众党一定要跟民进党合作，不然就是跟国民党合作，没这回事啦。你说他们一定要说固定跟蓝的在一起投票，一致投票，固定跟绿的一致投票，怎么可能啊？柯 P 这个人你抓得住？怎么可能嘛？所以我跟你讲，柯文哲一定会保持他最大的弹性，他也会选择有一些议题跟国民党不一样，那也会选择有一些议题跟民进党不一样，这才是他的最大利益了啊。那至于副院长就来选啊，反正我两边都是副院长啊，除非单独一党过半嘛，不然我一定是副院长啊。可是 one shot。仅止于此，以后每一个议题都来求我啊，我不一定支持你啊。是我实际上跟他们聊天，我就跟他说，那你以后会很累哦，你那个立院党团办公室每天都要开会因为每一个议题你们都要做决定，协商，对不对？那就会很辛苦。他说，这样玩比较好啊。所以我跟你讲啊，我认为初期会是这样。那至于说1年后，我不敢讲，可是我认为第1年应该就是这个样子。所以这个想太多了啦。说什么民众党会固定跟蓝的结合，或固定跟绿的结合，我认为不会啦。反正他们刚选完不管他不分区多少席啦，他也有不错的政党补助款啊，所以人家先去练兵再说吧，先去铺排这个2026年的议员的选举，对他们来讲这个是最实在的啦。我说实在话，所以我觉得从这种角度去思考，说一定跟谁结盟，这个太早了啦那你顶多只能够去想说，这一次国民党能不能造出一个势然后让民众党的部分选民在最后选择流动转向这个因为今年的选举跟2000年那次最像那一次因为这个是过去的选举，我们可以用数字嘛，最后阿扁是39.3%，宋楚瑜36.8%。宋楚瑜只输2.5%，连战是24%，对不对？那我请问你，大家都认为连战被弃保嘛？那你认为连战跑走了多少票？我认为最多也只有5到6%，
因为我看过了民调，连战也没有很高啦，他可能也许有30啦，他最后跑掉了5到6%，所以你能够寄望柯文哲的票会跑多少？不要想太多啦。我坦白说，能够跑掉3到5%就不错了啦。搞不好只有3%，会影响选举。搞不好只有3%哦。所以你打铁还需自身硬啊，就是你必须跟赖清德距离很近，那个一点点的游动你才会当选嘛。基本上一定要这样。比如说陈水扁最后只赢2.5%啊，如果他跟宋差距很大，那弃保也没用啊，对不对？所以我是觉得不要高估弃保会有多少%啦，了不起就是3到5%，所以你自己要先把自己弄得很强啦，要跟对手很接近啦，那你才能够逆转胜啊，大概才有 PK 的本钱。对，是。那岳老师怎么看呢？的确在议题上，有些赖皮寮啊、高端啊，大家打很久了，可是真的能够基本盘以外，大概都已经就位了，能够让中间选民或本来不想投票的选民出来投票的议题，可能会是像死刑这种息息相关的议题吗？我是教育界的人呢，我对于民主政治要维持一定的信心啊。民主政治的基础是大家选民的心里的感觉啊。这个实际上啊，我不喜欢炒作这个议题啊。事实上，我认为赖皮寮讲来笑一笑啊。至于说桃花满天开的话呢，也只是讲到个人的私德了。但是我实际上的话呢，因为我们遇到的所有的人都非常关心这件事情，而且最重要的话呢是2件事情啊。第一件事情的话，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至少我见到的人，大家共同愿望就是说，希望政党要轮替。最主要原因是因为8年了，台湾从来没有一个政党就是在透过选举执政超过8年的了。那这种情况，那第二点的话呢，很多人就会觉得说，这个是最后一次了，因为在我们的环境当中的话呢，我觉得，因为刚大家提到，刚刚亮哥提到，就是说提到国民党跟民进党好像是2大主要阵容啊。但是民进党的阵容不散了，国民党的阵容散得一塌糊涂啊，这个是事实的情况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我们就非常非常的感觉到，实际上的话，国民党自己也不会不知道啊，因为我们在台大里面遇到的很多人，跟这些有选举经验的人是相关的嘛，对不对？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我是希望大家现在到目前为止，就是说是屏息以待了哈，就是安安静静的，然后把这个选举结束了。然后另外的话呢，我倒是对于那个废死的问题啊，刚刚我提到了，就是我这几天听到了好多是废死的问题啊。我觉得白冰冰的话呢，他真的是说出一个重点了。这个重点就是什么呢？我觉得台湾的废死的情况啊，还没有出现。我一再强调，欧洲国家能够废死跟他们的宗教有关的，对，跟他们的法律、跟他们的伦理都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啊。我们有那种天主教、基督教的传统跟背景吗？我们有一个人了解人的生命是从神所来的吗？没有人可以了解。这种情况下，你现在贸然提出一个，我自己曾经跑到法官学院去演讲啊，那个法官对我讲的非常诚恳啊，他们觉得说，在现在的这种氛围之下，判了死刑又执行的话，等于是杀人犯。你知道，你如果杀过一个人的话，你晚上都睡不安稳，你知道吗？啊，所以说大家要千万了解，现在虽然我们平常讲到说别人的法官判死刑有什么，这个是事不关己，但是实际上法官自己本人的话呢，他们需要一个氛围，这个氛围来自于传统也好，来自于他们的判断也好，来自于他们的法学知识也好，就最主要要有一个合理的解释。以现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这一次的例子实在是荒唐到极点啊！因为我们通常来讲，做为人父母的，就是希望孩子到学校去以后，就是最安全的地方。大家每次都会讨论到什么安亲班接送问题，从来没有想到安亲班的内部会有问题，没想到学校内部会有安全问题，更没有想到去好好的白天上学，下午回来颈被割断然后死掉的这种情况。所以这个引发了社会的这个英文叫 impact， 它的发展的效应实在是太大了。所有做父母的话都会想到说，如果连学校都发展这种现象，所以为什么我们那个同事范云被骂得很惨呢？就是因为他带了东西到学校去，不准查，保护什么隐私什么的，那骂得很惨的话的情况，这范云讲什么东西我非常清楚啊，但是他基本上是把美国那套直接搬到台湾来用啊，或把欧洲那套直接搬到台湾来用啊。那你们想过这种情况？你知道吗？我们跟欧洲人长得都不一样，那怎么可能会有这种废死的这种精神跟基础呢？所以你在这种情况下哈。那另外啊，我要聊一聊这个大家对于这个民众党跟谁合作的问题啊。我觉得大家其实都没有搞清楚，我们这个就是总统制啊，我们这个总统可以任命7000人呢，
对不对？就是说今天谁讲的非常有道理啊？就是说赖清德要是落选的话，民进党有7000人要失业啊。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以前我记得很清楚啊，柯文哲讲过，他很多的那个台独的朋友，选举失败或去卖那个牛樟芝啊，这他还蛮高级的呀。不是牛樟芝，赢者全拿的概念，牛樟芝选输了就什么都没有。牛樟芝比卖羊菇高级啊！意思就是说，这个制度有问题，我们根本就不是内阁制。你知道内阁制的国家的话呢，你事先签个协定，你要合作就合作，不能够改的。你这个基本上的话呢，每一个人选上，我说句良心话，我们的立法委员非常自由啊，我们立法委员自由到他可以不听党派的指挥啊。叛党的现象经常有啊，就是不按照规定，连美国最近都有这个共和党都不支持这个党的候选人。对呀，就是那个麦卡锡不就下来了吗？是，对不对？那美国这种发生，你只要不是内阁制的国家，你其实基本上是非常自由的。所以现在谈这种问题，基本上就是半夜吹口哨。是，翁教授是这次跟观选团一起回来台湾，那以距离为美感。从美国长期观察，现在已经倒数，后天就要投票，有没有可能中间选民的移动来自于像这样最有切身相关的事情 face 相关的议题？其实确实有可能。其实刚刚亮哥讲到的重点呢，就是说这些旧议题，包括什么赖皮劳，这是旧议题，大概选民心中都已经有了定见，所以这个移动的板块比较小。可是呢，关于废死，尤其是一般小老百姓切身有感受的话题，在最后的关头挪移那个一两趴，其实是有可能的，来回可能就差了2、3趴、3、4趴。所以最关键的是在最后关头，是不是还有一些话题是能够打动这些还在犹豫我到底要不要出来投票，这次选举跟我到底有什么关系？很讨厌政治纷纷扰扰，可是跟我的切身有关系的，像是废死，像是社会的不公不义，如果在最后关头能够把这样的话题烧起来，也许可以打动最后那个本来不想投票或本来觉得要投谁是理念派，但是改变主意，想说我必须要做出一定的目标。我想特别讲一下民众党就是民众党，刚刚其实大家两位都有讲到，其实民众党作为小党，我们在国外分享所谓的政党政治小党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是，他要找到他自己的 niche， 也就是找到他自己的主要的政策。可是，在台湾我们知道所谓的政策，两岸关系就是一个很关键的，两岸国防这些话题是政党分开的，就是说选民在看待这些政党的时候，他会选边站。那民众党的问题是，他在这种关键问题上面一直强调的所谓的中间路线到底是什么呢？中间路线其实往左摆往右摆都有可能，再加上民众党现在我们看到的所谓的不分区立委的名单，他自己的政治立场其实是在光谱的2极都有。2极都有的意思是说，短期之内可能因为刚选上要配合党部的运作，可是刚刚亮哥也讲到很重点，将来会是 case by case， 久而久之之后，这个 case 我必须要妥协，跟着党团走。可是下一个 case 呢，如果我的意见永远都是被妥协的，也许我就要刚岳老师也讲到了，立法委员其实是很自由的，完全不按照党团的这个操作。决议如何？更何况民众党的党团是不是中间的这个力量非常强势呢？是不是很强势？如果他没有权力的话，他拿什么强势的来压制他的立法委员呢？立法委员权力其实颇大，所以民众党的短期之内可能刚当选的时候还会组织在一起走，可是久了之后呢，很有可能民众党会自己走自己的路，也有可能会发生这样的状况。